因为他很敏感，受挫力很弱，动不动就有情绪，我就会告诉他说，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只希望他可以第一个勇敢，再来是专心，再来是解决问题。我就每天上课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记得做这3件事情，就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讲了1年多，我发现其实我每天在告诉的不是他，是我自己。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其实某个程度上面也是拒绝了蛮多次了，所以觉得有点。你说拒绝展览吗？拒绝你们哦，拒绝我们。觉得拍谁应该要来一下。你嘛会拍谁吗？会啊，我看不出来你也拍谁呢？会啦，还是会啦，终究还是要跟社会有点妥协。不然我今天怎么会来这边？假装个屁！真的啦，我没有假装，好不好？然后每次都用那种，我要烫头发。我昨天也跟我说，我已经去弄头发了，是不是？然后还跟我讲说，我现在很怕下雨，是不是？刚烫我，对啊，现在不能淋雨，不能淋雨啊。烫头发有时候烫完多久不能淋雨啊？烫头发本身不能淋雨。不然要是烫过都不能淋吗？我跟你讲，烫头发只要一淋雨，它会变 RE。哦，就小卷的那样子是。对，我本来刚烫完的时候就是花妈。哦，好吧。对啊。你为什么喜欢烫头发？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造型啊？自从退伍之后就开始留长头发，这辈子大概现在是20几年来最短的一次。然后这个长头发呢，就是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可以有点造型变化，都是直的，然后就想好，那去烫个大波浪，感觉浪漫一点。其实也不是浪不浪漫，就觉得突然就觉得好像有个改变，有点改变啊。我觉得改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就去烫了大波浪。反正总之就是想要改变。但我老实说，我大概2-3年才会去弄一次头发，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常去发廊。这一次弄头发距上一次疫情前啊，你是为了要来我们这儿去弄头发的吗？就说没有理由啦，这么有诚意，算是很有诚意的，超有诚意的。为了要来上节目，还要先烫个头发，超有诚意。我就跟你说，每次你拒绝那么久了，我就觉得理由都用完了。那你干嘛要拒绝我呢？老实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胆量很小，所以你胆量本来就很小吗？我现在才发现我是一个胆量很小的。真的吗？现在吗？你现在才觉得吗？那以前你不觉得你是一个胆量很小的人？我觉得有一阵子是假装出来的。哦，你说小时候吗？就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某个层面上，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是假装出来，自己要很有勇气。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那个在永康街那附近有一个空间吗？大安森林公园附近。有一个巷子里面，你办个展，那时候你儿子还没出生，是他的个展还是？是他的个展，他那一系列的作品是被电到，然后你把那个脸拍下来的那个作品。反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绯闻。绯闻那天还戴了一个皮的吗？还是咖啡色的那种画家帽？对，绯闻是鼎业的。对，太太，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其实你们给我的感受是，你们是活得很奔放的人。在还没小孩子之前，我觉得是，但我觉得奔放是个比较级，尤其是绯闻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绯闻的时候，我觉得她好美哦。然后又有一种就是她完全没有束缚感，所以现在有束缚感，有一阵子有束缚感，可是就是那一次我们去看完绯闻那个个展以后，我觉得她的奔放感有慢慢回来。大概是这样。我的感受是这样，我不知道。不，我觉得你感受有时候就是准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你刚刚跟我说你发现你是胆子很小的人，我有吓到我觉得那个束缚感跟胆子小它是两回事。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它可能是2件事情，就是也许我那时候活得很奔放，可是那个奔放不代表就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2件事，就是确实，我会说胆子小，是因为它有一个对照，它有一个参照嘛。我这样回过头看，因为
某一些理由或者是状态，但我现在不知道那些理由或状态是什么。有的时候你活得很奔放，是因为你避开一些事情，就有些现实你把它闪掉了，你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所以你不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很帅啊。你不去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也许可以很帅，但面对了可以更帅啊。那要勇气啊，面对问题要勇气啊。所以你是觉得你没有勇气，所以胆子小？对。哦，就是也许我对人生某一些问题，我是先把它藏起来、盖起来，眼不见为净。反正剩下的你可以假装帅帅。可是当你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我懂了。我懂。所以你要讲的是说，我2012年那个时候认识的你的帅是假装帅，也是真的帅了。那我问哦，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都觉得自己很帅。就是很奔放，年轻的时候了，每一个人大部分都这样。然后慢慢，譬如说，最后你会发现说，哦，其实我是一个胆小的人。那你觉得在这个中间，你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或是有没有什么 trigger 让你真正的去感觉到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胆子小的人？还是它是慢慢的？我觉得是慢慢，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刚刚说10年前的我跟10年后的我一定是不一样的嘛。那这10年之内，这其实又回到我觉得人是一个很低等的动物。哦，怎么说？我是一个很低等的动物。你不要把人类都我把人类弄成我是熟啦，真的是熟啦吗？我熟啦，你就讲啊，你就说人类是个低等的动物啊。你说没关系啊，我们这节目是 OK 的。对，我觉得我自己很低等，就是我居然要花10年我才能够体悟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也看开了一些事情，因为我后来也真的好烦哦。我后来就觉得我人生嘛，就是来体验一些事情的这些东西就是我所体验的。你用体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我要经历过这些，然后说原来我是一个胆小的人。那在这个胆小的状态里面，我是怎么样经历过这些，然后之后会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一个触发点才会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自己胆小。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人生很多经验，尤其是这10年啦，我觉得王小璐是你小孩，对，我小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角色。或者应该怎么说？一个存在，他这个存在，我看到了很多我自己。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观察他，然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或者是虽然他还是这个小朋友，可是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些反应状态等等，某个程度上面，他会有一个，我觉得我好像看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样貌啊，我懂，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忽然间有一个参照的点，对，去更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代表的定锚的位置，是这样吗？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存在在这个漩涡里面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貌，对，所以也许这个小生命它push 我面对很多我要面对的东西。对，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对，有。我刚刚本来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刚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帅嘛。对，一定的啊。对啊，谁年轻？那我很想问说，那他是抽象帅还是具象帅？无所谓，就是感觉很帅。抽象也要帅，具象也要帅，所以为什么要去烫头发？就是这样啊。具象当然就是外表嘛，但那个抽象就是你心态里面自以为我啦。会希望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帅气。对，但我常在想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很想要很帅，在小的时候其实做的事情是，譬如说你要反抗很多事情，反抗家长啊，反抗老师啊，反抗一切的威权啊，就是你要做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东西，他才帅，或者是说我们要穿不一样的衣服。烫不一样的头发，但某个程度上，他要跟众人有一点抽离的感觉，跟大家不一样。不管他是
怎样，他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就是那个帅，我自己在想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必须要跟这个世界保持一点距离，去代表我独特的存在感觉啦。但不见得不代表说他到底是真的帅还是假的帅，不管。他有点像是我心态上，我想要跟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看起来会比较酷一点。你讲完了吗？讲完了。好，那你发箍重戴一次。对，歪了的，不帅了。有一个头发掉出来，不帅了，不帅。不，那个没有在靠那个，没有在靠这个人。对了，他有。真的吗？他每次看完镜，然后就说：“我这边有一个头皮屑，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他追求的是具象帅，不是抽象帅。我现在只能祈祷我的发量不要太你最近困扰的事情是怕自己发量太少的。其实我现在也看开了啦，老实说是，我觉得我好像也好像到了一个也放开很多事情的一个阶段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做不到也不要勉强的一个阶段了，是吗？以前会很纠结在一些现在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事物上。以前纠结的点是什么？没有，我觉得就是性格吧。怎么说？就是你要追求很多很完美的事情啊，譬如说你说的具象帅嘛，对吧？这个没有怎么样啊，那个没有怎么样啊，这个角度不对啊，头发的角度不对，这个就具象帅啊，衣服这个所以宽度不对啊，对啊之类的。对，所以现在也放开了很多事情。你现在回想就是过去的这个人生啊，你觉得你自己活得最帅的是几岁到几岁的时候？好难哦，这个问题超难的。最帅，对，然后我都觉得蛮帅的。那有最帅？我没有最帅，最就是比较级。我希望最帅是明天，现在。看那个脸，超烦。真的可以。不过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我最大的毛病也是我一直在调整，就是这又回到我刚刚那个胆小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后悔，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之前，我会想很多，要决定一个最好的选择之后，让自己尽量不后悔。这个不后悔这件事情，就会造成我很多的困扰。某个程度上面回过头来看，它就是一种胆小的行为。某个角度就会变成是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我害怕，对，我害怕以后，所以我害怕了，我错了。我后悔了，所以我要想很多，对，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啦，或者是什么？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是很谨慎 ，OK， 或者是你的心思很细腻，但我回过头来看，其实好像某个程度上，就像我说，是我觉得我害怕。你比较在乎结果还是在乎过程？两个，太贪心了吧？我贪心，你只能选一个呢？贪心，我这个人很贪心，但是你只能选一个啦。过程，可是如果你在乎过程，就不会在乎后悔啊。对，所以我贪心啊，所以我要享受过程，因为我跟你说，做艺术创作对我来说就是过程，我非常 enjoy 过程。对，我都跟学生讲说，我们要犯错。我们要犯错，结果你最害怕犯错。我们要犯错，我们要享受过程，所以我们要画很多草图。对，所以我创作我会画很多草图，我会想很多。但是某一个程度上面，在画草，我的理解或者是我自己创作的状态，就是我在画草图的过程之中是不断在自我爬梳。对，然后同时我又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因为有可能我要从中爬出很多我的想法，然后透过某一个手段把它展现出来，但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犯错嘛，因为那跟时间有关系嘛，因为你犯错就要花时间嘛，所以我要先用脑子把可能会犯的不必要犯错的东西先排除。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尝试，再去做一些实验，再去从中做挑选。所以但我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你这一次的展，你说跟时间有关嘛？对，那跟时间有什么相关呢？你一直以来的创作都跟时间好像有一点关系。时间为什么会是你很在意的一个元素？时间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对我来说只有时间是存在的。我觉得每个人作为
一个不同的个体，你有你的时间，我有我的时间，那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去营造出来，然后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什么？是记忆，时间造就了记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是被堆叠出来的，这一些堆叠它成了我生命里的记忆，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我享受那个过程，但我不能说我因为享受过程，所以我不在乎结果，所以我贪心，我都要。但如果你要我选，我会选过程，对我来说更重要。那时间对你来说会是什么画面？它没有办法被具象化。你刚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反射的状态，就是因为你有你的时间，我有我的时间。我们每个人时间其实不一样，即便你现在讲1秒、2秒、3秒，这个是物理时间，可是我有我的时间状态，比如说我这个人很慢，你这个人很快，所以你可能在1秒钟可以做完10件事情，但我可能要花10分钟，所以你的时间跟我时间不一样，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反射的，就是时间反射的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时间反射了我这一个人的状态，或者是我的思考、我的逻辑、我的行为，所以对我来说，它时间没有办法具象化。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时间它同时造就了这一些生命经验的堆叠，它就是一个记忆。所以那个记忆存在各自的主体当中，就是你有你的记忆，我有我的记忆，即便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会是一样。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各自时区里面的堆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他的作品一直以来呈现的东西都是时间对他来说是一种记忆的堆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真的，我真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会走到这里来，那真的是见鬼了。是，他绝对不是可以计划好的。人生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必然的，那还要挣扎什么？我还要挣扎什么？我还有什么挣扎是必要？而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以为是必然的，那我还要过人生吗？但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个不确定才是人生最好玩的部分啊。如果你都知道你之后会是怎样，我明天会怎样的时候，就超无聊的。人生其实就无趣啦。OK， 所以恐惧其实也可以变成一种享受，我们可以享受那个未知的恐惧。对我来说，前提就是你的心理素质要够强大，你才能够享受那个恐惧，不然通常恐惧它会是摧毁我们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可以享受后悔吗？还是看心理素质。我现在可以。那你还会害怕后悔吗？我不害怕后悔啊，我之前会。不是我害怕，我不害怕，讨厌，我讨厌，我讨厌后悔，我讨厌我做错误的决定，我讨厌失败。那讨厌也是一种享受吗？这一点好难哦。讨厌是一种享受吗？它可能可以，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就像我很讨厌你这样，我不会享受我讨厌你这样。但倘若人生是一场体验，这些所谓的七情六欲不是都应该享受一轮吗？我有讨厌的，所以我觉得，所以厉害，对，所以那个我们就要变成厉害的人。所以我说，我个人很低等，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些。如果我够强大，我说那个心态够强大，我够厉害，我就可以享受这一些。所谓你刚刚说的七情六欲，说或是我讨不讨厌，我把所有讨厌的事情变成是一种享受的时候，也许那个字就不叫讨厌，那个词，因为你心态那个词就不一样，对，那个词就不一样了。因为但我常常在想这个事情啊，就会不会假设你什么东西都不讨厌的时候，你会不会人生就没有什么动力？就直接出家了或者什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你的世界，我觉得很麻烦，就是这样，就是很麻烦，就是人很麻烦，就是很麻烦，就是说你必须去塑造一个敌人，对，你必须在这个摧毁敌人的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快感，得到一个满足感，得到一个安全感。你会觉得发现这一切根本不必要啊，为什么要塑造一个所谓敌人呢？也许那个敌人根本不是你的敌人，那个敌人可能就是你心里面自己的一个
魔嘛，就是他其实可以根本不需要存在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说人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些东西，你才会觉得你存在，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怕，就是你存在是为了要去摧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我到底在干嘛？所以你觉得人是有破坏性的吗？他天生是有破坏性的。破坏啊，当然破坏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尔虞我诈？我必须要去眼红这一些，我必须要去讨厌这一些很多负面的词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些负面的词性，这个词之所以有语言上面的功能性，是因为我们需要，不然它不需要，根本我们现在不会对讨厌。对，以进化论来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2016年的个展，那个永维，就是我在那个我的论述里面最后写了一个面对记忆，我们都需要勇气。当然，永维这一个展览是针对我祖父的一个记忆。一个过程，为什么下这个注解？就是我觉得就隐隐之中在提醒我这件事情，就是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它是需要勇气的，不然我就会选择逃避。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两个选择嘛，面对或逃避，解决或不解决。我之所以我之前觉得我自己是胆小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逃避了很多事情，我回过头来看，我逃避了很多事情，可是时间无法复返，逃避的也无法弥补，你没办法嘛，对啊，你今天决定了这样子，它会造就你之后的结果，我也没有办法在此刻说，因为我也讨厌后悔啦，对，所以我也讨厌后悔，说我现在去想说如果我10年前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就会怎么样，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不太做这件事情，因为这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去后悔，而且我去想了一些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干嘛，徒增困扰。对我来说，我能做好一件事情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有勇气，或者是我可以面对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之后会变得更好。对我来说我是比较像是往后看的人。但你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胆小的人，你是就各种负面词汇形容的人，以外，你会是想要往前进，跟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这个动力的人。是，我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常常跟自己讲，或者是跟我儿子说，我只要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好了。但我其实觉得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但是他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有他自己的困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性格，然后他遇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给他各种不同的压力，各种不同的角色需要扮演，然后他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妥协，他会想要争取，或是想要证明各种动力。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细微的之中去呈现出来，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觉得的那样的人的那么的勇敢，或是 whatever。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比较没有那么 care 别人到底会不会是要不要成为更好的人呢？因为每个人是不是要成为更好的人，我觉得那就是在每个人啊。就像我会这样子跟我儿子说，汪小璐，我们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好了。那他要不要那是他的决定啊，我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那你会不会是我给他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我们你要不要？说不定他觉得持平就是蛮好的对啊，也许啊，然后说不定他觉得说，不然我们明天来摆烂，说不定也感觉蛮不错的，不用每天都汲汲营营。当然我 OK 啊，因为我也没有那么积极营营，我是尊重啦。你是行为速度慢，但你心里面不慢呐。某个程度上是啊，其实我心里面蛮急的。但你急是，我觉得急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胆小。因为你不够稳。你说心里面急就是胆小吗？就我胆小就是说你要顾前顾后，有的时候你就想说我就这样。然后当你放开的时候，你就不会急。你急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应对的时候，你才急。对，你没有解方的时候，你才急。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急。当你就这样的时候，你急什么？但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你很难去说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就是差不多。再怎么样，鼎业也算是我的小学同学。
幼稚园幼稚园同学，从幼稚园，从幼稚园，哇塞，你们两个幼稚园同学，听起来有点恶心所以。那个幼稚园很幼稚，培养出来的人心里都很急啊，要回去问一下老师当年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现在心里都很急啊。我刚刚听他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也是行为上很慢的人，但是心里面有一点急的人，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我也同意他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胆小，其实是因为贪心。我刚刚也有感觉到，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也是，有时候胆小是因为贪心，真的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就相对就担心。他可以应对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面，但不见得是什么事情了，他可能是感情啊，可能是买一条裤子啊，或者订一个房间啊，或者花一个钱啊，或者 whatever 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你想要得到的更多，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很勇敢的做一个决定。因为我觉得胆小是因为你要做决定。我一直以为胆子大的人比较贪心，因为我胆子比较大嘛，但我也不是一个不贪心的人。就是很难拿捏那个贪心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心中你总会追求更多，像我刚刚说的明天比今天更好，它其实就是一个贪心。对，它就是一个追求。对，那你因为你有个目标在放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贪心的，贪心也是一种胆小。对啊，就是啊，是吗？因为贪心是因为你会贪心。不是你啦，我说我啦，贪心啦，我说我啦，就是贪心是一种你对于不确定或者是不安全感的某一种，你想要抓更多的东西，让自己有更安定的状态，听起来丰富一点。对，有。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其实觉得人类其实非常害怕自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我看到好多人在做的事情，我都觉得他们很害怕，他们现在如果不发这个文，不去评论某一件事情，不去做某一个东西，它就好像它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其实觉得这个存在是人类终极的恐惧，合理。超合理的。对，就我有一阵子在感受这个世界，我就觉得人好像不做这件事情，它就不存在一样，那种恐惧，你知道吗？说我一定得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就好像我不存在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我们作为一个群居动物，我们必须要透过他者，就是其他人的观看，或者是其他人的认同，来去建构自己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镜射的状态，对，你不能只存在在一个内部世界里面。因为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内部世界跟有一个外部世界，你们都属于我的外部世界。我的外部世界它会影响我的内部世界，它是两个互相影响的一个状态。对，有些人他会很看重外部世界，有些人根本不理这个外部世界。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外部世界始终是存在。是，同意。对啊，就像你不管要不要做决定，这个时间都一直在跑。是啊，对啊，它就是一个你免不了的东西。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你自己的优先顺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到底理不理解自己的？那所以那个是所有的世界都是自己建构出来的，都是自己建构。对，我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内部世界？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外部世界？所以我们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只有部分是重叠的，我们必须从这个重叠的世界里面去互相探访，对，互相探访，对。但我最近这几年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认，就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对，我觉得我刚刚说的那个内部世界跟外部世界的状态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小孩，他长大，然后他有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的逻辑思考的方式。然后这些东西它就会造就一个他观看外部世界的一个方法。我会在他的世界里面看到我的世界，就有点被抽离出来。那个状态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我，
我觉得这个很妙，但是他又不是我他又不是我。然后我会觉得，突然就原来你会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可能对于这样的状态或是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有产生同样的反应。我会觉得，我突然理解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好像，原来其实我不是在看他，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在看清的是我自己耶。他好像一个镜子，非常近的镜子，就是哈哈镜。哈哈镜，我不能说他完全就是我，但是我会透过这个生命体比较理解我自己。对，真的会。对，我在观察他的时候，其实最终只是回到我自己的内部世界里面。我觉得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世界。对，我觉得这件事，所以我们在评论这个世界上面的任何一个人，政治人物，什么艺人。然后他要干什么，他做了什么决定，到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就算在骂别人，到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上。因为我为什么会骂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才要骂他嘛。对，我为什么会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有点像，所以我才会喜欢他嘛。或者是你喜欢这个人，你其实只是向往成为他。对，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才会喜欢他。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所以你说你是参透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就会觉得我很低等。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部世界，所以呢，这一些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回到自己来。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厘清自己的内部世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比如说，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试图的认识自己，有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有没有办法跟自己去理解自己自身的状态？可以，过程嘛，那是过程嘛。所以，那你不觉得其实一直以来最难理解的就是自己吗？没有，因为你不需要去理解其他的啊。你理解其他的，其实你也是在理解自己啊。你说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理解自己。对，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问题，自己跟自己的抗争，所以就是这一切就是回过头来就是你自己，我们自己都在处理自己。然后我们试图的看看有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理解的过程。那你现在跟自己理解到一个什么状态？你觉得你跟你自己有比较能够和平相处了吗？到一个现在超过45岁的一个年纪，我觉得有我觉得有，一定有。不然我就不会坐在这边。干嘛要上这个？我很认真上这个节目怎样了？上这个节目，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要面对自己，你要去讲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某个程度上面就是一种掏心掏肺啊。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在掏心掏肺吗？你不会没有感觉我很真诚吗？我有点难过。这不是我们平常对话就长这样吗？平常对话是长这样，但是那是私底下的状态，我不需要去裸露我自身，然后在这个死刑的阴梦，对，在这个平台上面，不管是 YouTube、Podcast， 它是被传播出去的。对 ，OK， 对啊，对。那你不觉得你的帅应该被人家看到吗？然后我最近又头发掉很多，很帅，这哇！笑死！我一直对啊，我就蛮好笑 ，OK 啦，我就偶包很重啊。为什么偶包啦？你偶包到底哪里来的啦？然后你就想帅，然后就又胆小，又怕别人看破手脚，你就会很多偶包到底是在乎那个具象帅还是抽象帅？都在乎，但就是在乎了很多，在乎了，对你在乎了很多，你没有办法坦然面对这一切，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包容自己的优点、缺点的时候，所以你在逃避的是你自己的缺点啊。你觉得你过往这40-50年啊，没有到50啦，40几年，你觉得你真正逃避最认真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好难回答哦。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我心中第一个想到的词，但我觉得这个到底是答案吗？就是我逃避的就是自己，因为这个太难回答，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很认真，我很勇敢，那都是假的，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那个东西是自己，我没有办法突然告诉你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是我人生45年来我认真觉得我是逃避的，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刚听完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忽然间有点眼角想要落泪。不，我认真回答就是这样，因为你不会，因为如果我是刻意逃避，这个是我如果刻意逃避这件事情，我会知道。譬如说，我面对某一段感情，对，我面对某一些人生的难处，我刻意的把它盖在被子里面，把它锁在柜子里面，我会知道。但是最困难的是我不知道，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找这个答案，知道说哦，原来我人生是胆小的，所以我说我很低等，就是这样啊。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十几年、20年来去探寻，我说原来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如果我胆小，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这个是一种体悟啊，因为我不敢面对。可是如果我今天面对了，那就是表示我成长了。那你现在坐在这里，表示你面对了吗？我不知道。但你觉得你我试着面对，我试着面对。你我喝一杯了，我喝一杯了，我觉得可以啊。对啊，原来，等一下，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上我们节目需要。对，你不知道吗？要啊，不然怎么真诚？就人生你不会知道这一切啊，你就是那对我来说是过程，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此时此刻我对你们。我坐在这边，我是真诚的，我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它到底是真是假？我只能说，我此时此刻我觉得是真。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你要哭了，我要哭了。我觉得鼎晔为了上我们节目，他认真做好他心里面的。对，准备，我相信，我相信，我原谅你过去拒绝我80次，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我从幼稚园就认识他了，但是我邀请他来上我们节目，他都没有要来，他终于准备好烫好头发，然后他来了，我相信他内心做好，而且各式各样的沙盘推演，他每次拒绝我们的理由都是他没有烫头发。但我刚听到他讲这段话，我其实非常感动诶。我说真的，因为我觉得人最难的就是面对自己这件事情难啊，所以我就我低等嘛。我一直不然我最近就觉得低等。回到刚刚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我应该算是真吧。我觉得诚实面对自己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去理解说，其他人想的东西就是其他人想的。我今天会去附和他讲的，或是觉得相信他讲的，或是想要拒绝他讲，或是觉得他讲的就是他讲的。这个其实一切都还是来自于你，源自于你对你自己的理解跟你自己的想象。对，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才是最困难，因为就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看得很透彻了之后，其实你看这个世界是很清晰的。但我觉得他说的东西蛮不错的，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认识他太久了，我认识他40年了。我以前看到他小时候是一个样子嘛，然后长大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去德国念书的时候，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名片，然后来我们家发给我们看。你知道那是什么名片吗？是一个透明的塑胶卡片。上面拍着一个他裸体。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干到底是谁会去弄一个名片长这个样？不过那是我作品啊，我只是把我的作品在名片上面。那你从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去理解说，这个人就是某个程度上，他希望他跟这个世界有一点不一样，有点。但我觉得艺术家都是这样，你为了艺术家不是都是在展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或者是体验吗？是我其实有一阵子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我们有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越真实的做我们自己，可能它带有一点刺，可能它带有一点我们自己的 character， 我们自己的样貌，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跟这个世界更接近。我觉得一部分还是回到内部世界跟外部世界，就是我作为一个内部世界的时候，我有那个反应，它某个状态它是真诚的，可是有时候真诚别人不领情，就是它是对外部世界是一个刺，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就是有的时候你太做自己的时候，你到处放刺，对吧？
譬如说我可以跟你们好好的放刺，就是你们都不会受伤。你知道我对怎么刺我对，会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譬如说你告诉我的缺点 ，OK，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知道。我说哦，因为你们真诚的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就要看你自己的心理素质够不够强大，或者是你有没有很稳的知道说，譬如说你今天试了我心理素质够强大的话，我根本不会，我只会理性的去判断说，哎，你给我的批评指教我有吗？如果有，我修正；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但你一路走来，你觉得你真诚的对待这个世界，你有获得好的回馈吗？我觉得很难，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然后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不能够奢求有好的回馈，但我只能奢求我自己是真心的。但你觉得你一直以来都是真心？我尽量让自己真心。如果我今天的真心，你们都觉得我虚伪，我不是指你们，我指的是外面人都觉得我虚伪，这没办法控制。你没办法控制。我怎么办？我不会去 care 这件事情，因为我只能够拿出我的真心。你觉得你的真心是大的还是小的？真心是大的还是小的？你觉得你的真心大吗？还是小吧？什么叫大？什么叫？你赶快你自己感觉啊！我随便，我随便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真心就是它是包容性大的吗？还是它其实很局限的？哦，我懂，我大概测试你的真心，测试了这么多年，你测试完之后，你发现你的真心是大的吗？这是一个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什么问题。我自己先喝我的。我尽量去理解这一个问题。我觉得逐年来有越来越大。你的真心逐年来有越来越大。意思是说，我的理解是，当真心是小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妹妹嘎嘎。计较，你还是会纠结在一些小东西上。可是我说的逐年越来越大，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逐渐的让自己比较稳，让自己比较的坦然，自己比较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所以我觉得那个真心会越来越大。所以你觉得真心大或小，其实到最后受益的还是你自己吗？我的真心没有受益者，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我端出去的东西，它不会有任何人受益，它的受益者就是我对待的朋友。所以你觉得人是因为你自己的想象才有办法进步吗？对啊，我觉得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我今天因为我想要变好，也不要说好沉重，对，就是我今天想要进步一些，我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我愿意嘛。如果你给我的 feedback 是不好的，我可以不去面对它，反正这就是我可以这样选择，但我也可以选择去检视这一切，我有可以让明天变得更好的可能。你觉得对你来说，在这个人生的阶段，你想要去理解的这个世界的最困难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刚刚讲的，都是假，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有人我不知道在留言里面批评我，也许我也会难过。就我刚刚讲的很洒脱，我到底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对，要遇到才知道，也许做不到，我觉得应该做不到，我觉得我还是会稍微纠结一点，当然会比以前好，会比以前更坦然一点。那你觉得会比以前更坦然这件事情，是因为年纪的累积，看的事情越多了，会让它变得比较好呢？还是因为你有做了某些事情，让它就你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外界对你的评价，是从我们小时候是老师啊，是成绩啊，是社会啊，或者 whatever， 你出社会一定都是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去 justify？ 就是你怎么去把这些评价用你自己的衡量标准去把它弄在对的度量衡上面？没有对或不对，是你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状态。我觉得那是一种面对世界的自身状态。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没有，我最大的事情就是生了一个小孩，重新认识了一次这个世界，重新的体认了一次这个世界，重新的
回过头来面对了一次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来心境中最大的转变的原因。因为这一个生命它迫使我必须压着我看这个世界，它纯粹就是压着我啊！听起来很压抑啊，压抑，它也不是压抑，它就是 push， 就是推，它就是你喜欢这个推力吗？我享受这个过程，喜欢吗？应该算喜欢，因为你也没办法不喜欢，没办法不喜欢，确实没办法不喜欢会很惨。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那个感觉对我来讲，就是你想要从很帅变成超级帅的一个过程。OK， 对我来讲是这样。小时候我们在想的那个自己很帅这件事情，是一个莫名的期许，它没有任何事实的基础可以支撑，就它是一个 motivation， 它是一个动力的来源。就你想要跟大家不一样，你想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想要做很多你已经看到的事情，你想要做 whatever， 就是只要跟大家不一样就好。那你有这种感受吗？我有啊。你在观察你的小孩的时候，有啊。从结完婚之后，我就开始感受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会感受到我老婆跟我长得不一样，我的小孩跟我长得不一样。然后因为我在乎这些人嘛，那我就去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之后，某个程度上，我忽然就理解我自己。对，有点像你刚刚讲那个感觉，就是当你很真正的花时间的在意的去理解一个不是你的另外一个人之后，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嘛，所以有一个好处是你同时间可以反向过来去理解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你发现就说原来我是个很胆小的人，或是我是很担心的人，他有可能是负面的，他也有可能是个正面的，也有可能是原来我是个勤奋的人。但我很想要问的问题是说，你们在理解这些你们在乎的人的过程，你们是理解他们跟你不一样的部分，还是理解他们跟你一样的部分？都有吧，都有吧，都有。因为我觉得一定你愿意去理解，一定是因为他有某个部分跟你一样。我有一阵在想这件事情，我人在活在这个世界，我其实可以很孤单的活着，然后我也可以很认真的跟大家有很多的连接。然后我常在想的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孤单的活着，跟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跟这个世界连接，这中间到底差别是在什么东西？我常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今天可以这个世界发生所有任何事情，我都不要去理解，我也可以活得很好，可以活成我自己很孤单的样子，然后我也可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想办法去关心一下，这个中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我很孤单的自己一个人活着，跟我去想办法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差别。重点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差不差别，就是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就是回过头来，你到底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孤单，此时此刻我选择孤单是你的选择。此时此刻我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或者是跟这个世界有连接有互动，那是你的选择。我觉得终究回来还是自己的选择嘛。我觉得那个是重点，就是我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可能是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白忙一场，我以为的以为不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东西。就是我以为这样是好的，就像我以为我以前很勇敢，其实是一个操俗啦。不会，但是如果你没有以为你以前很勇敢，你现在不会知道你是操俗啦。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那个过程对都是滚动调整的，对，滚动式的过程，就是它是人生不同的阶段，你遇到不同的人事物，它会这些人事物，这些外部世界给你内部世界的一些反馈。但你觉得你最终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最终极，我突然想到的是好好的死去。你刚刚讲就是人有分外部世界跟内部世界嘛，然后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对应这个外部世界，到最后的目标都还是为了内部世界。我现在目前的目标就是持续把自己好好的稳住，让自己的内部世界是稳定的。对，然后试图的能够关照一下
我的外部身边的人对身边的人。那你对你来讲，你现阶段稳住内部世界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相对困难的吗？相对容易。哦，相对容易吗？对，我经过这几年的一些修行吗？不要修行好像有点太，就是有比较能够去好好的理解自己，然后把自己做一些调整，让自己面对那一些所谓的胆小，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让自己稳定。对，所以你觉得那个关键的点是什么？然后我就天天跟王小璐讲说，因为我说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嘛，或者是不是，应该是说我观察他，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譬如说，我会告诉他，每天去上学的时候，我会说，因为他很敏感，对，他的受挫力很弱啊，他很容易动不动就有情绪。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说，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只希望他可以第一个勇敢，然后再来是专心，因为我觉得他只要专心，他会变得很厉害，这是我的观察，所以我说，我们要专心，再来是解决问题，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试着去解决。我就每天上课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记得做这3件事情。你遇到什么问题，勇敢、专心，对，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动脑筋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每天都会告诉他，就我说我看他这样，我小时候就完完全全是这样啊，就是我很容易受挫。所以我很容易哭，小时候很容易哭，我很容易哭，真的，我都没看到。你记不记得他哭的比你惨？我都没看到你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张我们小时候有一张照片，是我在你家，然后韩文，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假的靠在墙上，然后就流眼泪，反正也是。我都觉得你小时候就是个搞戏音啊，我是搞戏音啊，没错，我同意，我就是一个很真的小孩，但是就真的，对，我就非常的真，但是我很容易哭，就是我爸就会说不要哭，男生不要哭，然后有一次我就问我爸说，为什么男生不能哭？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哭？就从此以后，我记得我爸就没有再告诉我不能哭这件事情。所以我像王小璐哭，我也不会说你不能哭，我会说你选择，你觉得你要不要哭？如果你想哭，你就哭，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哭。我觉得哭不是坏事，哭也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哭是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反应，所以你哭了。哭是一个状态，可是对我来说，我重新思考了，我要哭，我为什么哭？就哭有帮助吗？哭好吗？哭对吗？虽然对跟好，它是有一个评判的状态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知道，回到我刚刚说的，我刚刚讲的这些勇气啊，勇敢、专心跟解决问题，其实就跟他讲这些事情，然后讲了1年多，我发现其实我每天在告诉的不是他，是我自己。后来我就上课里面说，我根本不是在告诉他，其实我在告诉，我看着他的这些需要改正的部分，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处理的事。你其实是在跟自己对话，对，我后来就完全的体悟了这一切。你觉得人类是会迭代、更新跟进步的一种物种吗？我觉得是，你觉得他有时候创作会是一种你对你自己的期許吗？我比较少有在作品里面找到一个期许，我觉得啦，期许是一个愿望，但是做完作品之后，它会是一个期许嘛？就是我达到了某一些期许，比较没有，我觉得创作比较不会是一个期许，艺术家用作品，我会认为是跟世界对话 ，OK， 跟外部世界沟通，它其实是某一种建构世界的方法跟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跟方式，它就是我们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建构那个世界，每个人才的能力不一样，每个材料不一样，对，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叫做中文翻丈量世界，它是一个德国片啊，德国奥地利的电影，
丈量世界叫做Definition des Faits，就是它的原片名是这样啊，中文有翻丈量世界或是测量世界。它里面在讲一个是数学家高斯，然后另外一个探险家洪堡，这两个德国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方式去建构这个世界。比如说数学家他就是用数字，用公式，用这一些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探险家或者是生物学家，他们就是用实际去采集，比如说洪堡他就是去采集，去收集这一些材料，然后把它分门别类，透过这一些他采集来的东西去建构世界。我觉得艺术家同时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能力就是对这些事，对这个世界有，我可以说他敏感嘛，就是有比较不一样的想象或者是感受，然后透过一个作品去把它翻转出来。我觉得厨师他就是用食材，用不同的食材去建构。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内部世界，他去对应这个外部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跟材料。宽广的来说，它都是创作啊。它充其量就是我们试图去跟这个外界去做一些呼应，去建构，去理解。你怎么去称呼它都可以去冲撞。对，某个程度上是对。所以那个东西你可以广泛的说它是一种创作的状态。你觉得艺术家之所以跟这个世界抽离，他最终的目的想要跟这个世界有一所连结吗？我也许需要这个世界某一些认可。当然我觉得是人都会需要一些认可。但你同时间又觉得说这个世界的认可就是 fuck it。也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出发点是我的创作，是我对于现阶段或者是我这几年生命经验的累积，或者是反刍一些观察、一些感受，我希望透过创作的这一个过程自我对话，它同时可以翻转出一些东西，能够跟外部世界的连结。但是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我觉得这某个程度上面也是我在创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压力。对，那个压力是我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你不知道？对，我不知道，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因为我的创作的方法它不是一个比较固定式的。比如说我一直用画图这件事情去画，你说你画到一个很厉害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对，你大概可以拿捏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很多好奇或者是实验想象，所以我在创作的状态上，我比较是一种会自我否定的状态。所以那个自我否定它会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做了很多作品，我都觉得做，即便我画了很多草图，我觉得我在前面想了很多，然后开始做了，我也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不对，那不对，这个是我要的吗？然后提出了很多这个提问，然后在这个提问里面不断的自我对话，然后去建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这个结局会不会好？不是，哎呀，我不知道话说回来，就是假设你没有那种用你人其实是一种很低等的生物这种推辞的说法的话，你觉得你的内心，先不要讲你的外貌或者是你现在所需要承担的角色来说的话，你觉得你内心是一头野兽吗？应该是。你觉得野兽到最后在这个人世间没有，我觉得野兽在人世间一定被干掉最后就是死掉的一个状态对，那你不觉得野兽之所以成为野兽，有它必然的道理吗？是啊，所以野兽之所以野兽，所以野兽只能活在荒郊野外，它不可能跟人共存。但是因为我们有现实的条件，它还是需要对，它还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状态啦。当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尽量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对，你慢慢的有感受到，你最终想要在这个世间存在的样貌，对你来说
在这个阶段你在想的事情是什么？对不起，我刚刚的理解突然有点肤浅，因为你刚刚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有一个存在的样貌嘛，对，就是一个很具象的状态。所以我希望我的发量可以多一点，我会肤浅啊。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啊。抱歉，很肤浅。不会。对，但是样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比较内心的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我持续目前在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比较真的我。这个东西都很抽象，这个也许我懂，也许到生命的尽头，你也不会知道。对。我懂，我只能无时无刻在提醒自己说，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我有没有办法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你这一辈子就希望你可以真诚的面对这个世界。目前人生走到这个阶段，永远你都还怀疑我到底现在面对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我，还是我被迫，或者是我内心有一些欲望？我为了要符合这个世界的期待，永远都会是在这个中间。我觉得目前我的人生的状态就是一直在做这种天人交战。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他免不了写实啊。他也非常的，你说血腥也好，写实也好。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处在什么的状态，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本质。不懂，就某个程度上，我觉得啦，人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状态下妥协。就是人不管怎么样，你现在什么状态，你就会想要追求更好的、相对平和的、相对让你有成就感的。但是有成就感跟平静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冲突的。然后你就不停地追求，在过程当中想办法找到一个你自己应该存在的样子。然后你告诉说，而且那是一种争取。对，然后你争取，你好不容易争取来了，然后你就给你自己一个诠释。对，但诠释完之后，你自己又不是那么相信，因为他妈的，我老子还想要干更多的事情。确实，某个程度上是这样。那我认就是永远都在追求那些你追求不到的东西。那个追求到底是当下的追求，还是对于未来的追求呢？就是它是一种你对于你未来的期盼，还是你当下你就觉得是那个样子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那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应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浮动的状态，所以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追求，我现在的体悟就是我要追求一个比较平稳的自我，比较真的自我。真跟平稳是一样的吗？我觉得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相对平稳，你就会比较真。我常常说嘛，我做一件作品，我要感动别人之前，我要先感动我自己。你自己都不相信，所以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你怎么去说服别人？那怎么样？什么叫相信？我只能尽可能的去处理好那一个所谓的相信的状态，那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真嘛。如果我今天都觉得说我今天想要让你感受我的作品，但是他却没办法感受的时候，有可能嘛，对吧？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但是你有一个技术可以对，但是至少再怎么样，放在第一个要件是我要对他产生感受啊。如果连这件事情我都没做好的话，我后面都不用讲了嘛。你相信你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吗？我不觉得我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尽力呢？天谴吧。那个就是你的性格使然。那你的性格是怎么样？你就适合被天谴的？我就适合被天谴。我觉得那个性格使然是因为有些人可以对很多事情放得很开，他可以大剌剌的去处理所有的问题，他可以对事情完全就撒手不管，就很帅气。可是我的性格我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们常常说什么劳碌命啊，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好，所以我说天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我觉得很糟糕的是，
我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祝福吗？这是一种天谴。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你回到那个问题，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切？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天谴，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说，我就我的性格，我知道我的性格，我这么做，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我要心安理得嘛，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很洒脱，有个问题，然后怎么样，就是不管。或者是我要做的要死要活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有给一个交代，就是我不是这个性格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面对他。所以面对他，就是我要先理解我是这样的的人。那你目前理解到你自己的性格，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好难哦，我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就我心思很细腻，然后我会想很多，然后会有点放不开。但逐渐试图的放开，胆小吧，对，还有什么？听起来很多负面的，有没有优点呢？讲点优点嘛，就是感受力很强，然后有想象力，然后对于很多，看我怎么都想到一些负面的，我都想到什么无病呻吟。不过我觉得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停的在认识自己的状态，然后那个认识自己就是透过很多生命不同的经验在认识自己。Alright, in the end，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In the end， 我们刚刚 in the end 3次我们 in the end 都10几次啊。OK， 我们试着 in the end 好 try， 对，这是本节目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对你来说，爱是什么？我以为今天不会问这个问题，今天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会问。为什么今天问的问题，我都突然觉得有点难回答？爱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节目的空白都留给你。那你还讲个屁啊！我帮他争取点时间。我试着不要那么白，是不是？我试着帮他争取。不要那么白。看，不是可以剪吗？可以。刚刚说的一切我都不会剪。我们都可以剪，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要剪。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蛮抽象的。我试图的去理解我的爱，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相信。为什么是相信？因为相信这件事情，它才会让爱成真。你要相信你爱的这一切是真的。我要相信我爱的人事物，因为它是一个回到自己最深处内心的状态。爱是一种表现，爱是一种看法，爱是一种想法。但是这个看法想法它会改变，它会因时空的转换，条件的不同会不同。所以我回到一个内心的最深处，我觉得我要先相信这一切，所以我相信了它才会是真的。它要是真的，我才有办法爱。所以对你来说，爱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感受。可以这么说，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你觉得你相信你自己吗？相信，相信吧。我刚刚把爸收回了，我觉得我到底有没有爸？没有，有爸还是没爸？没。那你相信你这边重新讲一次？就是刚刚要剪掉的。没有，我相信的。我刚刚稍微顿了一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顿点可能掺有着某一种不相信的存疑，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对，